该被安乐死的黑熊却在半夜逃出了动物园，按响了我家的门铃。又是一天手机玩到凌晨3点，关掉手机准备要入睡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听到门口智能锁发出了声音。爸妈都去外地的亲戚家喝喜酒，说好了要住一晚，怎么提早回来了？我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电子锁的声音不断传来。指纹解锁失败，指纹解锁失败，指纹解锁失败，系统已锁定。之后就陷入了漫长的寂静。指纹锁确实不太灵，但我给老妈的手机上挂了一个电子钥匙的挂坠，她只需要刷一下就能开门，哪怕忘记用了，也肯定按门铃让我开门。可一直没有门铃声，我莫名的感觉古怪，在被窝里感觉怎么躺都不舒服，有点好奇是什么情况，又怕发出声音，拖鞋也没穿，光着脚到了玄关。我家是2楼的东边套201，中间的202早没人住了，西边套203住的一家3口。我们俩家是对门，门口的楼道有个感应灯的，发出声音就会亮。现在楼道的感应灯没亮，透过猫眼望去只看到一片黑，人要是在门口还没走，稍微发出一点声音，感应灯就会亮。我便一直趴在猫眼上看着，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砸门声，像是谁拿手掌使劲拍门。趴在门上，感觉整个门都在震动，吓得我立刻弹开了。冷静下来再望向猫眼，还是一片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不应该啊，这么大的声音，感应灯怎么会没反应？门缝底下望去，外面分明已经有亮光了，一瞬间冷汗直冒。刚才有人堵上了猫眼，要么就是门外的人也透过猫眼一直盯着里面。可我家的门是今年刚换的，质量买得太好，厚实到使劲敲门都不怎么有声响。这么大的拍门声，直觉告诉我这个力量并不是人可以做到的。还好我全程都没有开灯，不然门口的东西没走肯定知道屋里有人。谁呀？半夜睡不睡了？小孩明天还要读书呢。对门孩子妈妈刘颖不满的声音突然传来，我赶紧跑进房间，轻关上门，拿起手机给她打了鸟性电话。凌晨的晚上万籁俱静，在房间里也能听到一点她手机响起的电话铃声。我内心祈祷她不要去开门，先接电话。喂，13，刚才是你家门口的声音还是楼上的？刘姐，你和你老公千万不要开门，是有东西在敲我家的门，力气太大了，我都觉得不像人。不是人还能是什么？应该是楼上那个阿斗又输钱了，喝醉酒在发疯吧？你家和他家都是东边套，他可能走错楼层了。总之我们先别开门也别开灯，两家都去猫眼那边看下外面到底是谁。真的是个醉汉，出去和他闹也没意思。我爸妈都不在家，万一打起……我们家已经开灯了，没事的，你别担心。我老公现在去看了，你们俩看看到底是谁。我快步到了玄关，透过猫眼向外望去，楼道里赫然站着一只黑熊，因为刚才刘颖发出的声音，这时黑熊正背对着我，面朝刘颖家静静地站着。我还没从看到一头熊的惊讶反应中过来，对面的门居然打开，刘颖的丈夫许峥直接推开了门，黑熊一瞬间就暴冲进了刘颖家，扑倒了许峥，开始撕咬。刘颖，门口是头熊，你别出去，赶紧关上房间的门。手机和门口同时传来了许峥惨叫的声音，刘颖也一直没有回答，再次向猫眼望去，对面的门大开着，整个客厅都是血，许峥躺在地上也俨然没了声息。黑熊吃到了一半，突然站起身转过来，直直地看向我，恐惧让我立刻跑回了房间。你没事吧，刘颖？赶紧关上房门，和牛牛在房间，不要出去。许峥已经被熊咬死了。我和牛牛没事，我把房间门锁上，躲在主卧连着的阳台这里。这个黑熊是不是旁边的野生动物园跑出来的？不然我们这里也没有黑熊啊。听到刘颖这么说，我才回忆起家附近有个野生动物园，前几天刚刚出了黑熊咬死游客的新闻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最重要的肯定是报警。挂断了和刘颖的电话，赶紧拨通了110。了解完这里的情况，警察告诉我，今天突然下了暴雪，出了很多交通事故，警局人力不足，他们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赶到。我悬着的心总算安定了下来，只是20分钟而已。关上门的刘颖和他孩子牛牛应该不会有什么事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颖，再提醒他记得把手机静音。可如果外面一直是头熊，堵住猫眼的是谁？是指纹的又是谁？难道是黑熊不小心按到的吗？叮咚叮咚叮咚，客厅传来了门铃的声音，应该是警察赶来了。我起身走出房间，想去开门，看了眼客厅的时钟，距离我打电话才过去7、8分钟。警察到了，难道这么快就制服黑熊了？还是说黑熊已经走了，警察没找到，所以来按门铃？抱着疑惑开门前，我又朝猫眼望去，还是一片黑。是警察吗？我是刚才报警的住户。我犹豫着说完了话，没有任何的回应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冬天的室温很低，一直在惊慌中的我手脚都有点冻僵了。退回了房间，穿上衣服，开始慢慢回温。刘颖家已经开了灯，门又敞着，就算是楼道感应灯灭了，望出去也应该能望到刘颖。怎么会是一片黑？除非又有什么东西在外面堵住了猫眼。突然门口又响起了巨大的开门声，门外还是黑熊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巨大的恐惧笼罩了我。一只黑熊怎么能这么聪明？它是不开指纹锁，拆不开门，居然能想到按门铃骗我开门，还不忘记挡住我的视线。如果我刚才开门了，现在恐怕和许峥一个下场。此时微信的业主群已经有好几个
我们这一栋楼的被吵醒，再问刚才的声音是怎么回事。动物园的黑熊跑出来了，现在在我们这一层楼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大家千万不要出门。我刚才就听到很大声的拍门声，还有惨叫声，把我吓醒了。你们那边没事吧？201的业主，你们那边有人受伤了吗？有部分业主不在业主群，大家有没在群里的业主的微信互相转告一下？我对门的许峥应该已经被熊咬死了，刚才的声音就是他的。警察说20分钟左右就会赶到，黑熊移动速度很快，其他栋的也尽量不要出门。看到我发的消息，小区里的人应该不会贸然出门了。通知完，我赶紧给老爸打了电话，万一警察抓熊不顺利，等天亮爸妈就回来了。喂，我们明天就回来了，这么晚还打什么电话？你们明天可千万别回来。前2天动物园吃了游客的那只熊逃出来了，现在就在我们这层楼，许峥已经给他吃了。警察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抓到，你们俩明天在酒店多住1天，等没事了再回来。13，你说什么呀？那个动物园的熊吃了人，吃了人的熊就会开智，哪怕有人说话叫你开门，你也千万不要听。熊一旦开智了，就会越来越聪明，不能想着活捉，遇到了就要立刻打死。老爸，你可别吓我，刚才家门口还有是指纹锁和按门铃的声音，你说会不会是那头熊？我都不敢相信动物可以做到这些，但我好几次望出去，猫眼都被东西堵住了。我和你大伯联系一下，让他和警察配合一起来抓熊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就在家待着，等什么时候抓到了，我们都回家了，你再开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听完老爸这么说，就算外面警察叫我开门，我也不敢开了，还是苟在家里吧。这时刘颖发来了消息，有人在敲我卧室的门，我应了好几声也没人理，就是一直敲门。13，你能从你家猫眼那边望望看怎么回事吗？刘颖，你别再发出声音，就躲在阳台那边别动。这个黑熊很聪明，刚才还来按我家门铃了，还好我没开门。我们村有递承兄媳的习俗，我哥刚死，我妈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嫂子推进了我房间。你嫂子身子干净，你好好对她。我激动地看着不知所措的嫂子，就在嫂子颤颤巍巍地脱衣服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三叔的电话。你嫂子在村口的大树上上吊了，死透了，你家怎么没人来收尸啊？瞬间我脸色变得惨白。此时嫂子脱的只剩个白色吊带了，可是现在就算她再美，我也没心思欣赏了。就在她还想继续的时候，我急忙叫停了她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正常点。三叔找我有事，我先去一趟。就在我手放在门把手上，想夺门而出的时候，嫂子温声细语地说：“别去，他要害你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嫂子，你信我，他早就不是活人了。你想想，最近半个月，你有在白天见过他吗？嫂子说的我有点迟疑，因为我最近确实没在白天见过三叔，而三叔平日里最爱热闹了，有事没事就爱往人群里钻，现在白天足不出户，这不合理。此事7日华江，华江之后就要吸血，僵尸7日重生。13，听我的，你别去，会死的。你看我好糊弄吗？13，你真的不能出去，你今天晚上只要出这个房间门，就一定会死。但是你待在这个房间里的话，百鬼俱退，没人伤害得了你。这个房间是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专门建来保护你的，你不信我，你也要信你爷爷啊。你认识我爷爷？算了，我信你。忽然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13，开门啊！你个臭小子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。是三叔的声音。我慌乱地看向嫂子，外面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快开门！你不开门我就进去了。他能进来吗？这间房子门槛柱子都是用桃木做的，就连盖房子的水泥里都混着黄符，只要你不同意，没有任何脏东西能进来。听到嫂子的话，我狠狠地松了口气。三叔在门外敲了好一会的门，见我没有开门的意思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三叔走后，嫂子还想继续，但是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引诱我，我都提不起劲了，最后只能轻叹了一口气说：睡吧。第二天我醒了以后，嫂子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我急忙穿好衣服出了门，我想趁着青天白日的去三叔家看看，三叔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半路上遇到了儿时的玩伴旺财，多年不见，旺财很高兴，挥着手跟我打招呼，问我去干嘛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没敢告诉他实话，只跟他说我妈让我去喊我嫂子回家吃饭。谁知我话刚说完，旺财就一脸惊恐地看着我。你不是你家的独子吗？你连哥都没有的人，哪来的嫂子？兄弟，我胆子小，你别吓我。你说什么屁话呢？我哥……我骂到一半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我哥？对啊，我哥怎么了？我怎么脑子里没有一点关于他的记忆啊？中邪了吧？找三叔看看去吧。一瞬间，我脊背发凉，全身都在冒着冷汗，太邪性了。是啊，我哪来的哥？哪来的嫂子？旺财走后，
我跌跌撞撞地朝着三叔家里走去，三叔家近在咫尺。就在我马上要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一双手再次拉住了我，是嫂子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嫂子连忙捂住我的嘴巴，拽着我往高粱地走。我想挣开嫂子的钳制，但是奈何嫂子的力气实在太大了，我试了几次都没用。到了高粱地深处，嫂子才放开我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其实我不是人，我叫常青青。说起缘灭，你爷爷对我家族有恩，我不会害你的。13，你醒醒，你好好的想想，这个村子里真的还有活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办法说，这个事情只能你自己想，但是我不会害你。你一直说让我相信你，可是你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说的鬼话，我一句都不信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三叔问个明白。就在我转身想走的时候，常青青突然勒住了我的脖子。13，你看到了，如果我想杀你轻而易举，但是我真的是想要救你。濒死的束缚感让我头蒙蒙的，脑子近乎到了极限。电光火石间，我想起我们村的人好像真的都死了，是我给他们收的尸。就在我以为我也要死了的时候，常青青突然放开了我。我跪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。我们村的人好像真的都死了，我信你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常青青听到我信他，咧着嘴笑了。常青青说，桥梁是阴气汇集、阴阳交接的地方，我们村一大半的魂魄都附在村口的大桥上。晚上的时候，我需要手捧着白蜡去桥上，从桥头走到桥尾，把我们的村的人送走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回归正常平静的生活。常青青边说着，边给我端出来一碗金灿灿的红烧肉。快吃吧，晚上送魂是个体力活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去跟那些脏东西纠缠。我看着面前的肉，迟疑了一下。村里的人都死光了，你哪里来的肉？这肉是你爷爷留下的。13，你忘了，你爷爷是卖猪肉的，家里有肉有什么稀奇的？被常青青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真的隐隐约约的回忆起，我爷爷是卖猪肉的。晚上的时候，常青青把蜡烛递给我，再三的叮嘱我13，一定要记得，在桥上任何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搭理，不管他们跟你说什么，你都不要信，他们都是骗你的。还有，千万不要回头，不然你就会被他们拉入阴阳两界，永不超生。13，一定要记得啊！我接下常青青手里的蜡烛，郑重其事地对她点了点头。我记下了，你放心吧。然后我拿着蜡烛缓步地走到了桥头。今晚的月亮明明很大很亮，但是大桥上却一片漆黑。我看着黑洞洞的大桥，心下有些发怵。13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已经当过一次缩头乌龟了，你还想当第二次吗？你真的想死吗？我踏上大桥的瞬间，周围的场景如走马灯似的变了。我又回到了我家，我看到爷爷给我领回来一个媳妇，我想去掀媳妇的盖头，却被爷爷一巴掌打在手上。现在不是时候，等你媳妇蜕完皮，才真的是你媳妇。画面一转，我看到旺财领着一群人乌泱泱的往我房间里钻，他们扯下了我媳妇的盖头，媳妇眼中噙满泪水，幽怨地看着我，而那张脸分明是常青青。就在我拼命地想上前阻止的时候，一个转环，我又回到了桥上。武松当年打死的不是老虎，景阳冈上也没有一个活人。下山的武松其实就是披着人皮的老虎。我是景阳冈里的店小二，今天我被一个名叫武松的人缠上了。他说这里风景秀丽，甚至还要留宿这里。我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劝他离开。景阳冈虽好，但却有很多诡异的规则，随时可能要人性命。武松不信，我便将他带到了后山的破庙。那石碑后面就是这个村里的禁忌：一，景阳冈内每人饮酒不能超过3碗；二，如果不慎超过，请立刻将自己锁进房间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3，天黑后请关闭房门，清点人数。4，如果有人开始用4肢走路，请立刻杀死他们。5，禁止对动物剥皮，以免他们模仿。6，如果要上山，请务必保证3人同行。7，如果见到你无法解释的诡异现象，请立刻与身边人核实，你看到的很有可能是幻觉。8，过庙有2个大门，分别面对村子和荒山，请注意辨别方向。9，村子里禁止出现青石板，如果发现请及时逃离。10，破庙是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但天黑时禁止入内。不过是些唬人的话，你们居然也相信？不等我说完，他就扛起酒坛往回走了。我今夜就在这里住，谁敢抓我，我就砍了他的头。我看着逐渐黑下来的天，心中却隐约不安。一路上，武松不停地跟我攀谈，直到酒瓶空，我才猛地意识到问题。你把酒都喝完了？这一坛酒分下来要18碗，他居然一口气喝完了。这算什么？连配菜都没有，还不够我塞牙缝。我想起那条规则，赶紧加快了脚步。
想尽快回去把他关进屋子里。可他这回却有点上头，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一旁的兔子。只听一声清脆的骨头响，那兔子便被拧断了脖子，歪着头死了。这不正好做个麻辣兔头？我吓得直冒冷汗。行，我这就给你烤去，你先回屋等着吧。我没做好，千万别出来。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武松忽然扯住了兔子的耳朵，一张血淋淋的兔皮出现了。院子里的所有人以及赶来的村长都面色发白地站在原地。规则5禁止对动物剥皮，以免他们模仿。而这一刻，我们都感受到了从山上传来的那个视线。村长最先反应过来，震怒地指着武松：“来人，快把他关起来！天快黑了，大家都赶紧回去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我去村口锁大门。”所谓大门，其实就是石碑两侧的铁链。我不知道那条铁链能挡住什么。很快天就黑了下来，院子外面传来敲门声以及村长虚弱的声音：“是我回来了。”我刚放村长进来，就听见屋外武松的声音：“村长，你背上怎么背了个人，不重吗？”这句话把我吓得腿都软了。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只见村长趴在地上，手臂和腿笔直地撑着地面，像动物一样用4肢走路。嘿嘿，被发现了！一瞬间，我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。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村长已经消失不见了。院子里只有一张披着衣服的人皮，一直等到天亮，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人。石碑上写着，那些东西会模仿剥皮，都怪那莽夫昨个坏了规矩，才害死了村长。老子从来就不信什么鬼神，既然村长死了，那害人的东西肯定跑不了。我这就上山把那邪祟给抓回来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都变了脸色。一位年过100岁的老人赶紧走了出来：“不可，那山上的东西可比邪祟要恐怖得多。20年前这里还是普通的村落，大家也可以自由的上山。村子里的最里面住了位绝户老人，没了子女，只能靠挖野菜为生。一次上山，他捡了个娃娃回来，非说是老天送他的孩子，整日扑在娃娃身上。有人好奇，偷偷去他家看，谁知那襁褓中的根本不是人。那是什么？那里面居然是一只老虎的幼崽。据说那虎崽子哀嚎起来跟婴儿的哭声很相似，才被眼花的老人当成了孩子。大家害怕，都让老人一棍子打死。可时间久了，那虎崽子又不伤人，老人反而舍不得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大家没办法，只好用铁链紧锁他家的房门，以免那畜生跑出来。可千防万防，还是出事了。然后呢？那天有庙会，大家都不在村里，等回来的时候才发现那畜生跑出来了。正巧有个男人为了在家里照顾孩子留在家中，就落入了虎口。等村民们赶过去时，男人已经被开肠破肚，而那老虎正叼着孩子的腿往外走。竟有此事，这畜生必要千刀万剐。最终武松还是决定上山，而我和另一个村民老钱则作为村子的代表与之同行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山里的破庙。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吧，一会儿就得上山赶路了。老钱胖喘着气就要去找水喝。我看了眼破庙后面的山，莫名有些没底，也跟着他去找水了。看，那就是咱们在村里打水那条小河。他说着说着，把头伸进去洗了个脸。我一抬眼却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老钱身子不受控制的抽动，嘴角被什么东西拉着一样，朝着耳朵旁撕扯，肉皮溃烂，甚至牙齿也不断往外长，甚至刺穿了下嘴唇。你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我吓得腿都使不上力气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撕扯脸皮。他的脸从鼻子上裂开，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张黄黑相间的虎皮。怪物，你是怪物！13，你是怪物，你是老虎变的，怪不得你非要跟来，你想吃了我吗？我忽然想起那条规则，如果要上山，请必须保证3人同行。如果见到你无法解释的诡异现象，请立刻与身边人核实，你看到的很有可能是幻觉。幻觉？我们2个一定都看到了幻觉。老钱，你听我说，咱俩都看到幻觉了。你现在跟我回去找武松。可不等我伸出手，他就猛地跳开，疯了似的往山下跑。你别过来啊！我不去了，我要回去。他转头就往竹林深处跑。你听我说，那都是幻觉。我在后面一边解释一边追，却见他身子一歪，紧接着便是一阵惨叫。那小溪后面有个斜坡，往下就是悬崖。我心一紧，赶紧冲过去。好在悬崖中间有块凸出来的石头，老钱正好砸在上面，只是晕了过去。我脑袋嗡嗡作响，记好方位，就赶紧回去找武松。不好了，老钱他……我跑得气喘吁吁，刚要开口，就看到武松一脸阴沉，盯着破庙里的佛像看。那佛像极其诡异，居然是4肢伏地趴着的姿势，
而最下面的石碑上居然也有一小排密密麻麻的字。这是山上的禁令，本村禁止互相残杀，天黑后将会出现3个事件，请勿走错。会说话的不一定是人，但会说谎的一定是人。老虎不会杀害同类，但人会。当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正常，请触摸你的牙齿。当你开始长出獠牙，请立刻离开这里，否则将会永远留下。无论何时，家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可以欣赏风景，但注意不要观察山下的人。当你发现在场所有人都冲你微笑，请迅速离开。如果2人同时看到了幻象，那其中一个一定是真的。我挨个念完，直到看见最后一条时，脊背上的汗顿时凉了。如果2人同时看到了幻象，那其中一个一定是真的。也就是说，我跟老钱所看到了，一定有人是真的。我们2个之间有一个是老虎。